方书记怎么会让咱们一起过来？我昨天就是路过，找方书记聊了2句。突然通知钢铁厂承包，多了家企业竞争，我还以为谁呢？齐胜峰，你们那也叫企业啊？陆然，这是一家拥有数千工人的钢铁厂，你们拿什么和我们曙光集团竞争啊？拿你们那送货的小生意，还是拿你们那大点的小作坊？哎，你们有钱吗？方学长，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我们既然可以坐在这里，就有跟曙光集团一争高低的底气。好，方书记、孙厂长，方书记、孙厂长，来，大家都坐吧。方书记、孙厂长，今天的谈判会有点令人意外啊。钢铁厂承包是件大事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慎之又慎，还请大家多多理解嘛。白总，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轮了，我想知道曙光集团对承包条件有没有调整？我们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们认为钢铁厂的发展，先进的技术和高学历的人才是关键。后续我们也会在这个方向上做努力。齐总对承包钢铁厂有什么想法？方书记、孙厂长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统计过，经过这次维修，有2/3的机器完全可以投入生产。至于承包钢铁厂的资金问题，我们会贷款解决。在后续钢铁厂的整顿当中，至少可以保留2/3的员工。在保证生产之后，之前在外没有给到钢铁厂的货款也会陆续到账。到账的货款，我们将首先用于工资，其余的资金我们将考虑。我们曙光集团承包钢铁厂换机器，对咱们市的经济发展是有多么大的好处啊！你犹豫什么呢？在这儿听他们胡扯什么计划？大经理，在工作当中没有父子关系。既然有2/3的机器能够修好，请问曙光集团接还是不接？不留，还有那些职工，一个都不留。方经理，既然如此，那么这些合同条款也就没得谈了。不是吧？我的方书记，我们曙光集团今天从这儿走出去，下次收购就不是这个价格。方书记、孙厂长，令您2位见笑了。我们经理情绪失控，回去后我们会再商议的。小陆啊，承包钢铁厂并不是承包完就没事了，那些问题你们能解决吗？关于钢铁厂所有的问题，我们都考虑过，我们非常有信心。那么你们认为目前钢铁厂所存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稳定的订单，稳定的生产。那最棘手的呢？让那些有背景但是不干事儿的职工全部下岗，整顿士气。小七啊，我知道你们家与钢铁厂有渊源，不想看到钢铁厂这么大规模的去整顿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要知道现在你面临的是什么。方书记、孙厂长，我们现在非常清楚我们面临的什么困难。正如您所说，我跟钢铁厂有渊源，也有感情。我也知道钢铁厂对山头镇意味着什么，我更知道什么样的改革更适合钢铁厂。我们并非一成不变，我的铺子一直跟市里面的大学有合作，曙光说的高材生我们也有，我们一直在努力学习，努力进步，追求新的发展，请您相信我。这方弘扬失心疯了吧？竟然派人砸你们的铺子！没事，我没受伤。没受伤你不让我看？真没事。
他肯定是想让你们没法生产，这样我们就没办法筹措资金承包钢铁厂了。你们以后可得当心啊！曙光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不至于做这种事情。我看就是那个方弘扬不满你跟我在一起，毕竟你们之前是同学嘛。方弘扬的事情我以前没跟你说过，今天我正式跟你说一下。不用，你不用特意跟我解释，我没想那么多。那不说了。说一下吧。上学那会儿，方弘扬是我的学长，他学习成绩好，工作能力强，还是我们学生会主席。我表达过对他的欣赏，仅此而已。没了？当然没了。况且现在他还做了这种事情，我真没看出来他是这种人。还说没受伤？我去给你拿点药。哎，不用了，就有点皮外伤。今天他们那边估计来了20-30个人，当时我第一个就冲过去了。那我1打5，如果公安不来的话，他们全没了。我跟你说。那你还来劲了？疼，你打的比他们疼多了。真疼啊？骗你的。哎，你怎么又打我？马强，哎，你那伤没事吧？要不要在家休息2天？没事儿，哥，这都是小伤，你看，没啥事儿。这2天可能没有办法做什么重活，但也能帮兄弟们打打下手的事。你和嫂子在前方干大事，我们后方部队也不能拖后腿呀。哎，真没事儿，哥。哎，白总，没事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放心吧，我来找你们齐老板啊，你们在前方安心吧。啊，七哥。白总，这次来又是为了什么？我没有方弘扬那么粗鲁。之前跟你合作的时候，也确实没有想到，你会成为曙光集团的竞争对手。有话就直说吧。你从一个打铁匠起家，经营出这么一个小模具厂，很有能力。我和你合作过，也信得过你的技术。我们不一定要成为竞争对手的，也可以合作。我代表曙光集团正式邀请你成为曙光集团的副总经理。副总经理？我很看好你。你进入集团之后，依旧可以负责钢铁厂的收购和整改事宜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发展钢铁厂，是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成为集团的负责人。之前你们说留厂留人，后面还不是反悔了？如果我成了负责人，我说留人留机器的话，到时候你们再反悔，我怎么办？机器要更换，人员同样也要清理。但如果你想要带着这些兄弟们进厂子，我同意。我承包钢铁厂不是为了我和我的兄弟们的温饱。如果你们执意要让所有的职工下岗的话，那我只能选择拒绝。山头镇钢铁厂，曙光集团志在必得。你别着急回复，你现在还有的选。等集团收购了钢铁厂，更新了机器，你这个小厂子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那白总，我们走着瞧吧。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